多年以后，当富兰克林·罗斯福面对拉什莫尔山上的总统雕像时，他总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白宫的那个午后。才不过5岁的他，见到了时任美国总统的格罗菲·克利夫兰。白宫繁琐又复杂的工作消磨掉了这位锐意改革的总统的棱角，他感到厌倦又疲惫。看着小罗斯福那天真无邪的样子，克利夫兰总统轻轻拍了拍他的小脑袋，说：“祈求上帝永远不要让你当美国总统。”但显然，这一奇怪的祝愿没有成功。后来的罗斯福不仅成为了总统，还打破惯例，一当就是4届，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的名字在历史课本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美国有4大家族最为显赫：亚当斯家族、罗斯福家族、肯尼迪家族、布什家族。这4大家族都是政治世家，关系网盘根交错，对白宫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其中，罗斯福家族和亚当斯家族都是祖上跟过太祖爷华盛顿入关的正星条旗。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出生前100年，他的祖上就把他们一辈子要种的地都种完了。罗斯福的父亲是铁路公司总裁，母亲是富家千金，两人门当户对，强强结合。家里的占地足足180多英亩，森林河流、田野冰窖，种植园应有尽有，保姆、厨师、园丁、司机也都不缺。在这样的天龙人家庭长大的小罗斯福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吃苦。他也得以从小就生活着普通人难以想象的生活。他喜欢集邮，父母会将能买到的买不到的邮票都想方设法送给他，最终他一辈子攒下了100多万张邮票。他喜欢航海旅行，他爸直接给他买一艘单桅帆船，任由他在大西洋上航行。富裕的家庭能享受最高级的教育，罗斯福从小就跟随家庭教师学会了拉丁语、法语、德语。后来在进入哈佛大学后，他攻读了政治学、历史学和新闻学，当上了校园报刊的主编。而他在入学后的第2年，美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小罗斯福的堂叔西奥多·罗斯福成为了新一任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后来迎娶的老婆艾莉诺正是西奥多的亲侄女，这在我们眼中看起来或许有些奇怪，这还没出5福怎么能结婚呢？但在美国人眼中却再正常不过。在那场极度奢靡的婚礼上，小罗斯福看到多数人都在巴结自己的堂叔，自己这个主角反而像是陪衬，这让他更加坚定了毕业后从政的决心。他决心沿着伯父走过的轨迹走一遍同样的路，州议员、海军部、纽约州长，再到总统。但与堂叔西奥多不同的是，小罗斯福对民主党的政治理念更加感兴趣。当1910年他将自己加入民主党的决定告诉堂叔时，堂叔当即气得大骂他是卑鄙的小兔崽子，是个叛徒，一副要跟他决裂的架势。但罗斯福并不在意，在竞选议员时，他总是时不时地提一嘴我的总统叔叔，并最终成功当选为纽约参议员。而他的野心远不止于此，堂叔的时代即将过去，他希望能找到一个潜力股，再拉自己一把。1年后，罗斯福敲响了新泽西州州长威尔逊的办公室门，表示自己愿意帮威尔逊当上总统助一把力，这让威尔逊大喜过望。他深知罗斯福这个姓氏代表的强大影响力。而又1年后，威尔逊真的当上了总统，随后他投桃报李，将罗斯福提拔为海军助理部长。巧的是，罗斯福的叔叔西奥多当年正是在海军副部长的位置上开始事业腾飞的。在这一职位上，罗斯福亲眼目睹了第1次世界大战的炮火，结识了当时还是英国军需大臣的丘吉尔。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巴黎和会上几个战胜国瓜分世界的漫长扯皮。他对威尔逊提出的国际联盟非常认同，并为此奔走不许。但当时美国国内很多人对于这一打破孤立主义的提议并不认同，也正因如此，罗斯福丢掉了1920年的副总统竞选。不过，罗斯福对此并不意外，他将这一次竞选看作接近最高权力的一次尝试。他这样对好友说，这次失败是为民主党将来取胜制定计划的最好时机。竞选副总统失败后，罗斯福短暂退出了政坛，转而去担任一家信用与储蓄公司的副董，同时还兼任律师事务。故事进行到这里，罗斯福的人生也足够辉煌了。他不像是爽文男主，更像是写爽文的那个人。用斯大林后来对他的评价来说，罗斯福是个聪明人，他几乎做对了每一件事。但是命运从不会永远眷顾某个人，随后降下的晴天霹雳差点摧毁这位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1921年，罗斯福带着一家人来到了坎波贝洛岛度假，这里风景旖旎。年轻时的罗斯福常常驾驶自己那艘单桅帆船在这里乘风破浪。然而当他跳入这片再熟悉不过的海洋里后，他的身体突然感到极度的不适，但是并没有受伤。随后在返回家中途中，他的腰部出现了剧烈的疼痛，身体如同被冰冻住了一般僵硬。他本以为睡一觉一切都会好起来，但冷涩的感觉持续了整整1晚。当他醒来之后，他发觉自己的一条腿好像失去了力气。到了下午，另一条腿也开始虚弱不堪，无法自行站立，体温骤升至华氏102度，约相当于38.9度。他的家庭医生专程赶来，认为他是重感冒了。但是剧烈恶化的身体情况预示着事情并不简单。随后，一名曾给克利夫兰总统动过手术的外科医生赶了过来，认定他是下段脊髓形成了阻塞。此后数天里，罗斯福高烧不断，无法排尿，肌肉虚弱，一度出现昏迷。
最终在波士顿著名医生的诊断下，确认罗斯福患上了脊髓灰质炎，即我们常说的小儿麻痹症。罗斯福大概率再也不能站起来了。在住院2个月，病情毫无改善后，罗斯福回到了家中。他的母亲心疼地对他说：“回老家来吧，妈妈照顾你，就像当年我照顾你那个有心脏病的老爸一样。”但罗斯福却只是摇了摇头，他并不希望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他才39岁，本该有无限的可能，一定有什么办法能让腿站起来。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他的下半身开始极度萎缩，已经不像正常人的腿了。此后，罗斯福开始苦苦练习如何从轮椅上起来，随后拄拐行走，每一步都步履维艰。上楼梯需要一手抓着2根拐杖，另一只手撑着扶手，再拖着畏缩的腿一点点向上挪动。下楼梯更艰难，一不小心就会失去平衡，摔倒在地。他还每日都要练习前滚翻，常常练得满身大汗，咬牙切齿。他总是这样安慰自己，这种孩子病根本不算什么，我很快会战胜它。从一定程度上说，他残疾的下半身是他成就伟大传奇的重要环节。这并非歌颂苦难，罗斯福用不着吃苦中苦，他的家境和财富就已经是人上人了。但正是那场突如其来的噩耗，把他由高高在上的位置拉到了低谷之中，让他看到了每一个平凡人的不容易。后来，罗斯福出资建了一所温泉康复院，用于帮助那些小儿麻痹患者治疗。他还在汽车上设计了一种杠杆滑轮装置，不用脚踩都能驾驶汽车，并开着他的改装车走遍了美国乡村城镇。在无数穷乡僻壤，他看到了底层人教育资源的匮乏，农业发展的缓慢，电力的短缺。他感到了忧虑，他看到了这咆哮的20年代的背后，是无数底层人在承受着巨大生存压力，宛如乔达·莫西达多第一次看到生老病死如此直观地展现在面前一样。罗斯福也顿悟了，他决定自己该做些什么了。1928年，罗斯福宣布竞选纽约州长，有人定出他瘫痪的双腿大做文章，他则用幽默的口吻回答：一个州长不一定是一个杂技演员，我们选他并不是因为他能做前滚翻或后滚翻，他干的是脑力劳动，是想方设法为人民造福。他的出众口才为投票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多人相信这个热衷慈善的富家公子会为他们谋福利。终于在1929年，罗斯福成功当选纽约州州长，而很快一场新的磨难来临了。在1929年10月24号之前，美国各大城市都在享受着镀金时代的歌舞升平。在夏季的3个月中，通用汽车公司和钢铁公司的股票上涨超过100个点，经济的爆炸性增长让人醉生梦死。殊不知，一场史无前例的危机正悄然笼罩着整个美国。10月24号这一天，股市一夜之间崩溃，市值增发了 11%，5000多亿的资产顷刻间化为乌有。感到不妙的人已经开始疯狂抛售手中的股票，这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四。而这只是个开始，随之而来的86000家企业破产，5500家银行倒闭，全国金融界陷入窒息状态，千百万美国人多年的积蓄一夜清零，失业人数由150万飙升至700万人。这一天，美国梦破裂了。无数美国民众发现，原来自己的消费能力是如此低下，商品价格暴跌，却没人愿意买，货物堆积如山，金融界陷入窒息，天台排队的人数不胜数，街溜子、流氓、强盗遍地都是。时任美国总统胡佛是个自由主义经济的信奉者，现实都火烧眉毛了，他还在等待市场那双看不见的手来救他，只能感叹一句：哈耶克，你真是害人不浅呐。就在美国民众对胡佛反感与日俱增的同时，他们看到了纽约州长罗斯福正在推行的新政，简而言之，就是加大对经济生活的控制，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改变生产关系，兴建公共设施来创造就业岗位，并对失业者进行救济和补贴。总之，纽约州成为了当时混乱中的一个另类。在第一个任期结束后，有超过2/3的纽约市民选民选举罗斯福连任，而罗斯福在加大他的新政力度的同时，也将目光看向了更远处，他要当上总统，将新政推向整个美国。1932年的总统选举上，民主党获得了42个州的压倒性优势，这并非驴象之争失去了平衡，而是民主党这一年推出了他们的新候选人罗斯福。在就职演讲上，罗斯福说，我们的国家会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它会复兴和繁荣下去，唯一值得我们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当时美国上层最恐惧的不仅是持续瘫痪的经济状况，更让他们恐惧的是那些看透了资本主义本质的进步主义者们正在开始倒向另一面，美国随时都有可能变天了。因此，当罗斯福的好友对他说，如果你成功了，你就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时，罗斯福是这么说的，如果我失败了，我就是美国最后一任总统。最终，罗斯福成功击败胡佛，成功当选。而当上总统的第二天，他就宣布暂停银行交易，禁止出口经营，并放弃了金本位制，目的是刺激通货膨胀，让美元贬值下来。为此还增发了20亿美元的新钞票，增强货币流通性。他还开展了著名的炉边谈话。
在收音机里，民众听到了罗斯福将自己的新政理念娓娓道来。他希望民众不要在银行开业之后一股脑跑去取钱，造成不必要的银行挤兑。罗斯福几乎恳求的语气让民众们深受感动。当天就有50万封信写给白宫的罗斯福，他们将收音机一头的罗斯福视为自己的朋友。第二天一早，银行门前又排着长长的队。而与此前不同的是，他们这次不是为了取钱，而是响应罗斯福的号召，存钱帮助政府渡过难关。此后，炉边谈话成为了罗斯福推行新政的主要手段。在第二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指出，政府将用强硬手段对那些不正当竞争进行整顿。他认为，如果不解决劳资关系，不对市场竞争进行调节，那么盲目竞争就会导致生产过剩，新政就永远不可能有未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国工业复兴法横空出世了。它是对大萧条的一次重要整顿，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但在当时却让罗斯福饱受争议。很多人认为国会非法授予了总统立法权，严重违背了经济自由原则，并在2年后将其定为违宪而废除。在1935年的第7次炉边谈话上，罗斯福提出了自己要以工代赈的想法。随后，1000多座飞机场、12000多个运动场、800多校舍以及田纳西水利工程、大草原林业工程等影响深远的项目开始落地，数百万个就业岗位出现。街上街溜子减少了，治安也好了不少。罗斯福的新政开始进入收尾阶段。他颁布了一系列救济手段和社会保障，开启了第2期新政。养老金、失业保险、禁止童工等一系列立法开始颁布，而这也成了世界各国在建立劳动者法律保障体系时的重要参考。到了第一个任期结束的1936年，国民收入实现了 50% 的增幅。罗斯福兴奋地感慨道，此时此刻，工厂机器齐奏乐曲，市场一片繁荣，银行信用坚挺，车船满载客货往来奔驰，似乎美国就要回到那个辉煌的20年代了。然而在同一时期，大洋彼岸的欧亚各国，不同的领导人正在使用不同的手段来克服这场危机，不同的意识形态正在世界发生着激烈的碰撞。1939年9月1号，德国闪击波兰，欧战爆发了。罗斯福在第14次炉边谈话中以这样的句子结尾：我希望美国能置身于这场战争之外，我相信美国不会卷入战争，我向大家保证，政府会竭尽所能防止美国卷入战争，凡我力所能及之内，我就会保护美国的和平不遭破坏。但是罗斯福内心也在期待着，这是一个机会，是时候向美国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宣战了。除了赫伯特·克拉克·胡佛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美国人曾听到过更热烈的赞颂或更尖刻的批评。这句出自胡佛晚年的自嘲之语，道出了他毁誉参半的一生。当总统之前，他频繁被冠以各种伟大的标签；当总统之后，他的人生只剩下萧条二字。1929年10月29号星期二，华尔街股市突然宣告崩盘，仿佛只是一夜之间，美国在一战中赚到的发展红利就被经济大萧条打回了原形。一直到1932年，胡佛总统连任惨败，经济都没能好转，这一切都让愤怒和失望在民众心中滋长。他们极尽嘲讽之能来纪念胡佛，给他起名叫饥饿总统，把城市的贫民区叫胡佛村，把流浪汉裹身的旧报纸叫胡佛毯，一切苦难似乎都算在了他的头上。胡佛不是一个完美的总统，他确实没能带领美国走出衰退，但在全球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他的继任者罗斯福同样没搞定这个棘手的问题。真正救了美国的是第2次世界大战。胡佛也不是大众刻板印象中的那么无能，他有能力当好一个守成之君，但若要期待他挽大厦于将倾，就跟要求崇祯给大明再续30年国祚一样，未免强人所难。历史自有它的规律，有些历史进程不是人力想扭转就能扭转的。也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老年胡佛也会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是我还能做得更好吧？今天咱们就换个角度，客观理性地聊聊这位无能总统的一生。1874年8月10号，艾奥瓦州西布兰奇小镇的一个普通民宅里，一个男婴咕咕坠地，这就是日后的美国第31任总统赫伯特·克拉克·胡佛。他的老爹杰西·胡佛是个打铁匠，老妈赫尔达是位裁缝，一家子都是虔诚的贵格会信徒。记住这个冷门的宗教，胡佛人生中每遇到重大选择，脑海里都会闪现贵格会内在之光的教义，人要改变命运只能靠自己。只是很遗憾，教义虽好，却事在人为，并不是每次决定都能正确。也许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1880年的一个寒冷冬日，胡佛的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3年后的1884年2月，母亲也因伤寒病逝。短短几年间，小胡佛从一个不算富裕但家庭幸福的孩子，变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失去父母后，年幼的胡佛在贵格会教友之间辗转寄养。最初他留在艾奥瓦州，后来被送到了俄勒冈州的舅舅家。舅舅亨利·约翰·明索恩是一位严厉的中学校长，他要求胡佛必须像其他孩子一样努力学习，农活也不能落下。
这段寄人篱下的经历让胡佛从活泼好动变成沉默寡言。自力更生这个人生信条也更加深刻地烙印在他的性格中。胡佛幼时的朋友曾这样评价他：他是我见过最安静、最有效率、最勤奋的小孩，无论是学习还是干活，他都一丝不苟，从不抱怨。此时不会有人想到，这个不爱说话的孤儿日后会成为一位享誉世界的采矿工程师，又在商界呼风唤雨，最后还能坐上美国总统的宝座。命运就是这样奇妙，他似乎总会把最艰难的起点赐给最坚韧的人，然后再一把掀翻。1891年，胡佛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重要机遇，一位贵格会的数学教师正在为刚成立的斯坦福大学招募新生。在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胡佛顺利入学。在斯坦福大学，胡佛选择了地质矿产学作为主修专业，是金子总会发光。离开闭塞的小镇，胡佛仿佛重获新生，他展现出了非凡的组织才能，而且对数字很敏感，特别擅长管钱。会计这个角色一般来讲风评都不会太好，手太紧招人恨，手太松又容易犯错误，但胡佛的口碑却非常好，作风严谨又乐于助人，换句话说就是有分寸，会做人。1895年，胡佛即将毕业，虽然拿到了本科文凭，但刚建校不久的斯坦福还只是一所没什么名气的民办大学，他只能以普通矿工的身份开始职业生涯。在塞拉山采矿场，胡佛每天工作10个小时，日薪却只有2美元，还必须亲自下到危险的矿井中。但强者从不抱怨环境，胡佛反而利用这个机会深入了解矿业生产的每个环节。要说胡佛也是有点运气在身的，仅参加工作不到2年，就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馅饼。英国矿业巨头比维克莫林采矿公司正在招聘有矿工工作经验的地质学家，前往澳大利亚勘探。胡佛心动了，但其他条件他都符合，唯独年龄不够。莫林要的是35岁以上，可胡佛当时才23岁。为了抓住机会，他干脆编造了简历，把年龄改大了12岁。这种行为看上去似乎有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但站在胡佛的角度却非常符合他自力更生的人生信条。来到澳大利亚后，胡佛不仅成功发现了富含黄金的矿脉，还帮助团队开发出了更高效的黄金提取技术，为公司带来5500万美元的收入。他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分红，还拿到了公司股份。逆袭成功的胡佛很快又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二个重要机遇。1899年，28岁的胡佛被派往中国，担任驻中国机矿公司经理，帮清政府的开平矿务局找矿。利用职务之便，他搜集了许多矿藏情报，汇报给莫林公司，认定这是一个高度盈利的投资项目。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开平矿务局总办张毅躲进了天津英租界避难，结果却被英方以四个通敌为由逮捕。张毅走投无路，只好找德国人德崔林帮忙。哪知道这德崔林早就跟胡佛串通好了，两人联手做了个局，跟张毅签订了出卖开平矿务局合约，仅用8英镑就把开平矿务局骗到了手。之后莫林公司又以25万英镑将开平矿务局转手卖给了英国东方辛迪加公司。胡佛从这桩交易里前前后后赚了不少钱，积累了人生中真正的第一桶金。继自力更生之后，胡佛又点亮了投机和欺诈2个技能，至此这位未来的美国总统已经完成了从工程师向政治家的关键蜕变。1914年7月28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滞留欧洲。正在伦敦的胡佛接受了美国驻英大使佩奇的请求，出面组织美国救济委员会。他利用自己在商界积累的人脉和大学时期就已显露出的组织才能，建立了一套高效的救援网络，并四处奔走筹措资金，安排交通。短短几个月内，成功将12万美国人安全送回祖国。这一壮举使他在美国声名鹊起，而更具挑战性的任务也随之而来。当时比利时在德军的占领下备受蹂躏，数百万人面临饥饿威胁，胡佛临危受命，开展对比利时的国际救助工作。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行动，他在交战国之间建立了一条生命线，将食物和救济物资送到饥饿的比利时人民手中，成功解救比利时的胡佛被贴上了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标签。有钱、有能力、有声望，胡佛终于集齐了步入美国政坛的所有敲门砖。1917年4月，美国正式参战，威尔逊战时政府邀请胡佛担任粮食署署长，而面对战时物资紧张的局面，胡佛没有实行强制配给制，而是另辟蹊径地发动全民节约运动。无肉日、无麦日就是他发明的。此外，他还鼓励家庭种植战时菜园，给政府省了不少补助金。战后，胡佛继续担任总统的私人顾问和国际救助食品委员会主席。在他的努力下，数以百万计的欧洲儿童得到了食物和医疗援助，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也获得了广泛赞誉。在芬兰，胡佛这个词甚至成为帮助的同义词。1921年，胡佛被任命为哈定政府的商务部长，一系列的有效改革使他在美国政坛名声大噪，政治上的积累至此已经完成。
1928年，胡佛以压倒性优势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史密斯，成为美国第31任总统。从胡佛的经历中不难看出，他非常擅长从事人道主义工作，无论是策划、动员还是组织，都效率极高。在他后来的总统生涯中，被人骂得最惨的，恰恰是没能积极有效地救济贫困的美国人民。1932年春，数千名一战老兵为了拿到抚恤金，来到华盛顿，聚集抗议了几个月后，胡佛派出军队驱逐，因此事件，胡佛的声望一落千丈。能在战争时期救毫无关系的欧洲人，为何不能在和平时期救自己的子民？其实胡佛既不是厚此薄彼，也不是能力不足，问题出在了观念上。咱们前面说过，胡佛是虔诚的贵格会教徒，信奉奋斗才能改变命运。他认为政府过度干预会妨碍民众自力更生，诚实的贫穷有助于磨练个人的心智。磨练哪些心智呢？懒惰、浪费和胆怯。机会都是均等的，为什么有的人富，有的人穷？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吧。胡佛天真的认为，美国只是遇到了暂时的经济衰退，只是正常的繁荣萧条周期中的又一次萧条，并不需要政府动用全部资源挽救。当然，如果有企业和组织自愿出来救济，政府不会阻拦，但作为个体，不靠自己努力，只想着吃现成的，那就是非分之想了。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胡佛其实也没有完全袖手旁观，而是分阶段采取了不少补救措施，不管对不对，救反正是救了。第一阶段是从1929年的10月到1931年的10月，当时美国的情况已经非常糟糕，农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地里的庄稼烂掉，甚至把牛奶和咖啡倒进臭水沟里。没办法，卖不出去，运到市场的成本比产品本身还高。面对这种局面，胡佛成立了联邦农业局和谷类稳定公司，给农民发放贷款，想办法控制农产品生产过剩的问题，稳定农产品价格。他还不顾经济学家的反对，签署了斯姆特获利关税法，本想通过提高进口关税来保护本国农业，但在其他国家报复性关税的反制下，国际贸易急剧萎缩，全球经济萧条进一步恶化。反噬到美国身上，就是出口商品大幅减少，银行成片倒闭。他还把金融界的大佬们召集起来商量对策，设立了一个信贷公司，往私人银行里注入了5亿美元，想稳住银行业。为了解决失业问题，他还从国会那里要来了 1.16 亿美元的备用金。第二阶段是从1931年10月到1932年11月，这时候胡佛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稳定金融市场和理顺财政上。1932年1月，他成立了复兴金融公司，在全国开了30多个办事处，拿到了38亿美元的授权，帮助银行、铁路、建筑等行业渡过难关。这些贷款对稳定金融体系以及减缓金融危机的破坏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过，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就像个大车轮，一旦开始转动，就很难停下来。美国根本无法独善其身，再加上胡佛在经本位制和关税政策上犯了错误，这些措施最后都没能把美国经济拉出泥潭。但实事求是地讲，虽然胡佛失败了，但这些尝试却给后来罗斯福的新政提供了不少经验教训。离开总统位置后，胡佛并没有就此消沉。二战期间，他又回到了自己最擅长的领域，组织人道主义救援，带头成立民间慈善机构，去帮助深陷战火的欧洲国家。战后，他还2次出山主持胡佛委员会，为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推动政府改革出谋划策，做出不小的贡献。1964年10月20号，90岁的胡佛在纽约的家中离世。回顾胡佛的一生，由于过于强调个人奋斗的信念，使他难以充分理解大萧条时期的系统性危机。面对大规模失业，他坚持地方援助和自助政策，担心联邦救济会削弱民众的进取心。这种源于个人经验的施政思维，让他低估了经济危机的结构性本质，也忽视了在宏观经济崩溃面前个人力量的局限性。也许命运就是如此讽刺，一个靠个人奋斗走出困境的孤儿，最终却因为太相信自力更生的信条，在美国最需要援助的时刻，成了那个最无能的总统。